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要挑一个拍照堆料最狠的终端手机，放在几年前我绝对会选 OPPO Reno， 尤其是初代的10倍变焦版，不仅搭载骁龙855，还有潜望式长焦。然而在后续的迭代里 ，Reno 系列慢慢把潜望长焦给取消了，轻薄颜值一直在线，但影像配置这块好像少了点意思。就在刚刚发布的 OPPO Reno 10系列上，潜望长焦终于杀回来了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和 Tiger 一起来盘 OPPO Reno 10 Pro Plus。老规矩，先讲超大杯，一共有3款配色：月海黑、暮光紫以及全新的灿烂金。个人感觉这个灿烂金还是蛮吸睛的，磨砂工艺磨起来也够舒服。影像模组部分采用了世界之窗的设计，整体是药丸形状树脂，里面辅以简单的几何形状，这设计识别度还是蛮高的。影像配置方面 ，OPPO Reno 10 Pro Plus 后置3颗镜头，5000万像素，1.56英寸，支持 OIS。这主摄算是中规中矩，潜望长焦用的是 OV64B，6400万像素，1/2英寸，支持3倍光变和 OIS。账面上数据不算差，但作为一颗潜望长焦也是比较足料了。至于超广角就是平平无奇800万，凑合用的程度。前置部分全系标配 IMX709 3200万，2.74英寸。这个前置镜头也算是 Reno 系列上的老熟人了，表现还是挺好的。作为主打人像的机型 ，Reno 系列在前面几代已经积累了许多影像算法，这代还完整继承了 Find 系列的超光影图像引擎。相比以往拼命压高光、提暗部的暴力 HDR，Reno 10 Pro Plus 明显有意保留明暗对比，拍出来的感觉就是很立体，而且还有自研马里亚纳 MySilicon X 影像芯片的加持，所以拍美这方面 Reno 10 Pro Plus 是妥妥的稳，再加上多倍变焦的优势，构图起来干净多了。当然了，拍照拍得再好，屏幕也得给力，不然翻看照片的时候就很尴尬了。这次 OPPO Reno 10 Pro Plus 搭载了一块 6.7英寸 1.5K 屏幕，支持120Hz 刷新率和高达1400 nit 峰值亮度。最重要的是把 Find X6 同款的光子矩阵显示技术给拿过来了，类似的 XDR 显示功能在 iPhone、vivo 都有在做，但把同款技术下放到终端机 ，OPPO 好像是第一个。开启 Pure XDR 后 ，Reno 10 Pro Plus 会记录下更真实的光影效果。在相册回看时，照片上的光源、天空等高亮场景会更好的被呈现出来。要的还是那个效果立体，可能担心大家体验不出来 ，OPPO 还贴心的给了个开关按钮。这一开一关，对比不就很明显了吗？处理器部分使用的是骁龙8 Plus 3.0G 版本，存储则是 LPDDR5 加 UFS 3.1，电池用上了4700毫安时，支持长寿版100瓦快充，大电池加潜望长焦，换来的是194克重加 8.28毫米厚的机身。有一说一，堆料这么足，能控制在200克以内已经不容易了。相对其他半斤影像手机，明显是属于眉清目秀的那种，但拿在手里吧，还是会有那么一丢丢比想象中沉的感觉。其他配置上 ，Reno 10 Pro Plus 还给到了立体双扬、NFC、红外、X 轴线性马达。价格方面，16加 256GB 3899元，16加 512GB 4299元。OPPO Reno 10 Pro。虽然大杯版砍掉了潜望长焦，但也给了一个3200万的2倍镜头，2.74英寸感光面积，等效焦距47毫米。这焦距的视角大概相当于我们单眼看的角度，不管拍人还是拍物都很容易上手。主摄依旧是 IMX890，超广角依然是平平无奇800万，马里亚纳自研芯片加持也还在。可以说 Pro 款并没有在影像系统上动很大的刀。处理器是天玑8200，配合 LPDDR5 加 UFS 3.1，性能这块也是到位的。屏幕部分和 Pro Plus 同款，也是峰值亮度高达1400 nit 的动态光影屏，电池部分为4600毫安时加100瓦。另外 NFC、红外、X 轴线性马达也有所保留。比较遗憾的是立体双扬在 OPPO Reno 10 Pro 上缺席了。价格方面，16加 256GB 3499元，16加 512GB 3899元。OPPO Reno 10比起前面2款，标准版的 Reno 10动刀子就动得比较明显了。处理器搭载的是骁龙778G 12加 512G 版本，使用 LPDDR5 加 UFS 3.1，其他则是 LPDDR4X 加 UFS 2.2，屏幕为 6.7英寸 1080P， 最高支持120 Hz 刷新率，2160 Hz 高频 PWM 调光，峰值亮度950 nit， 电池部分为4600毫安时加80瓦。影像方面，
采用了6400万主摄1/2英寸加3200万2倍镜头加800万超广角的配置，自研影像芯片也没有了，支持红外遥控和 NFC。价格方面，8加 256GB，2499元；12加 256GB，2799元；12加 512GB，2999元。总的来说，这次 OPPO Reno10系列作为主打影像的终端机，堆料还是很到位的。当然，我说的是 Pro Plus 和 Pro 这两个版本。当然 Pro Plus 的定价已经接近 Find X6 的边了，假如预算到位的话，咬咬牙加钱上有金属中框和哈苏加持的 Find X6，体验会好很多。如果对双扬声器和潜望长焦没有特别重的执念的话， OPPO Reno10 Pro 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。毕竟2倍镜头已经满足日常大多数场景了，再加上100瓦快充和动态光影屏，这俩配置在使用体验上还是很加分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这次Reno10系列表现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